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8章，费尔曼·理查德和阿尔芒·蒙沙曼先生胆敢在受诅咒的大厅上演浮士德以及歌剧院发生的骇人景象。星期六早上，2位经理来到办公室，收到了来自歌剧院 F 的2封内容相同的信，内容如下：尊敬的经理们，你们这是向我宣战了吗？如果你们想重获和平，这是我的最后通牒，其中包含以下4项条件：归还我的包厢，我要求从此刻起，该包厢完全由我随意支配。今晚，玛格丽特的角色将由克里斯蒂娜·达埃演唱，不必担心卡洛塔，她会生病的。我要求我的引作员吉里夫人继续提供她那良好而忠诚的服务，请立即恢复其职务。我希望你们通过一封交给吉里夫人的信，让她转交给我，表明你们是否同意像前任经理那样，接受关于我月薪支付的条款。至于如何支付，我将在稍后告知。否则，今晚你们将在一个受诅咒的大厅里上演浮士德。言尽于此，好自为之。问候。歌剧院的 F。这家伙开始惹恼我了，是动真格的惹恼我了，理查德喊道，同时举起复仇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与此同时，管理员梅西耶走了进来。拉舍纳尔先生想见您2位中的一位，他说，事情似乎很紧急。那位好人看起来非常激动。这个拉舍纳尔是谁？理查德问道。是您的马厩主管。什么？我的马厩主管？是的，先生，梅西耶解释说。歌剧院里有几位马夫，而拉舍纳尔先生是他们的主管。那他是做什么的？他负责管理马厩。什么马厩？就是您的马厩，先生，歌剧院的马厩。歌剧院里竟然有马厩？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地下层，靠近园厅那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我们有12匹马。12匹马？天哪，用来做什么？哦，用于犹太女、预言家等剧目的游行场面，需要训练有素并且懂舞台的马匹，马夫们负责训练他们。拉舍纳尔先生非常擅长此道，他是弗朗科尼马戏团的前马厩主管。很好，但他想要什么？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让他进来。拉舍纳尔先生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根马鞭，紧张地敲打着自己的一只靴子。早上好，拉舍纳尔先生，理查德有些受触动地说，不知您大驾光临有何贵干？经理先生，我来是请求您把整个马厩的人都赶走。什么？您是想让我把我们亲爱的马儿都赶走吗？不是马的问题，是马夫的问题。您有多少马夫，拉舍纳尔先生？6个。6个马夫，有2、3个就够了。这些是职位，梅西耶插话道，是由美术部副秘书长设立并强加的。占据这些职位的人都是政府保荐的。我冒昧地建议。我才不管什么政府。理查德极其有力地断言，12匹马我们最多只需要4个马夫。11匹，马厩主管纠正道。12匹，理查德重复道。11匹，拉舍纳尔重复道。啊！管理员先生告知我有12匹马。曾经有12匹，但自从凯撒被偷走后，我就只剩下11匹了。
拉舍纳尔先生狠狠地用马鞭抽了一下靴子。凯撒被偷了！管理员惊呼道：“凯撒，预言家里的那匹白马。”世上只有一个凯撒，马厩主管用干巴巴的语气宣称：“我在弗朗科尼待了10年，一生中见过很多马，但是像凯撒这样的马只有一个，而他被偷走了。”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没人知道，这就是我来访的原因，所以我来请求您把马厩所有的人都解雇掉。您的马夫们怎么说？胡说八道，一些人指责是临时演员干的，另一些人则声称是行政部门的门房。行政部门的门房，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梅西也抗议道。好吧，马厩主管先生，理查德喊道，您总该有些想法吧？是的，先生，要说想法，我有一个。拉舍纳尔突然宣称，而且我要告诉您，我毫不怀疑。马厩主管先生走近2位经理，凑到他们耳边低语道：“是幽灵干的这票。”理查德吓了一跳。啊，原来您也这么想，您也……什么叫我也这么想？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但是您在说什么？拉舍纳尔先生，您在说什么？马厩主管先生，我说的是我的想法，根据我所看到的。您看到了什么，拉舍纳尔先生？我看见了，就像我现在看见您一样，一个黑色的影子骑着一匹白马，那马和凯撒长得一模一样，如同2滴水。您没有去追那匹白马和那个黑色的影子吗？我追了，也喊了，经理先生，但是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隐没在走廊的黑暗中。理查德先生站了起来。好的，拉舍纳尔先生，您可以退下了，我们会对幽灵提出控告。那您会解雇我的马夫们吗？当然，再见，先生。拉舍纳尔先生行了个礼，然后离开了。理查德怒火中烧，准备好那个傻瓜的结算单。他是政府专员先生的朋友，梅西耶斗胆说道。而且他还在托尔托尼咖啡馆和拉格雷内、肖尔还有那个猎狮人佩尔蒂塞一起喝开胃酒。蒙沙曼补充道，我们会把整个媒体都惹恼的。他会把幽灵的故事捅出去，所有人都会拿我们取乐。如果我们成了笑柄，那我们就完了。好吧，别再说了。理查德让步道，他已经在想别的事情了。就在这时，门开了，毫无疑问，此刻门房没有看守。只见吉里妈妈拿着一封信冲了进来，急匆匆地说：“请原谅，万分抱歉 ，K 巴拉伊戴戴耶先生们。但是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来自歌剧院幽灵的信，他让我来找您们，说您们肯定有事要。”他没能说完这句话，他看到了费尔曼·理查德的脸，那张脸非常可怕。这位可敬的歌剧院经理正处于爆发的边缘，搅动着他的狂怒，此刻只通过他那长得通红的脸和闪电般锐利的眼神表现出来。他什么也没说，他说不出话来。但是突然间，他动了起来。首先是左臂，他一把抓住吉里妈妈，让他猛地转了个半圈。那动作如此出乎意料，如此迅速，以至于他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尖叫。然后是右脚，正是这位可敬经理的右脚，在那条黑色塔夫绸裙子上印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屈辱印记。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吉里妈妈发现自己身处走廊时，仍然有些晕头转向，似乎什么也没明白。但是突然间，
他明白了，整个歌剧院都回荡着他愤怒的叫喊、狂暴的言语和死亡的威胁。动用了3个男服务员才把他弄到行政庭院，又叫了2个警卫才把他弄到街上去。大约在同一时间，住在圣奥诺雷市郊一栋小公馆里的卡洛塔叫来了他的女仆，让人把邮件送到他的床前。在信件中，他发现了一封这样写的信：如果你今晚唱歌，当心在你刚开口的那一刻，就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一场比死亡更可怕的灾难。这个威胁是用红色墨水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笔画犹豫。读完这封信后，卡洛塔对早餐再也没有胃口了。他推开了女仆端来的盛着热气腾腾巧克力的托盘，他坐在床上，陷入了沉思。这并非他第一次收到这类信件，但他从未读过措辞如此险恶的。在那一刻，他相信自己是无数阴谋的目标，并且习惯性的声称自己有一个秘密的敌人，发誓要让他身败名裂。他声称有人在密谋陷害他，一场灾难会在意想不到的某天发生，但他补充说，她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倒的女人。事实上，如果真有什么阴谋的话，那就是卡洛塔针对可怜的克里斯蒂娜策划的阴谋，而克里斯蒂娜对此毫不知情。卡洛塔从未原谅克里斯蒂那在他临时缺席时顶替他演出所获得的成功。当他得知他的替补演员获得了非凡的好评时，卡洛塔立刻感觉自己的初期支气管炎和对管理层的一腔怒火都烟消云散了，并放弃了所有离开岗位的打算。从那时起，他便致力于竭尽全力扼杀他的对手，迫使有影响力的朋友向经理们施压，不让克里斯蒂娜再有获得新成功的机会。那些起初开始赞扬克里斯蒂娜才华的报纸，后来也只顾着颂扬卡洛塔的荣耀。最后，甚至在剧院内部，这位著名的女主角也对克里斯蒂娜说着最侮辱的话，并试图给她制造无数小麻烦。卡洛塔没有心，没有灵魂，她不过是一件乐器，虽然必须承认是一件绝妙的乐器。她的曲目涵盖了所有能激起一位伟大艺术家雄心的作品，无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法国的大师之作。直到那天为止，从未有人听过卡洛塔唱走调，或者她的音量不足以演绎她浩瀚曲目中的某个段落。总而言之，这件乐器总是状态饱满、强劲有力，且调音精准得令人赞叹。但没人能对卡洛塔说出罗西尼在克劳斯为他用德语演唱了《阴森森林》之后对他说的话：你用心灵歌唱，我的孩子，你的心灵多么美好。你的灵魂在哪里，卡洛塔？当你在巴塞罗那的低级酒吧里跳舞时，后来，当你在那些简陋的舞台上唱着你那些来自音乐厅的带有玩世不恭意味的小调时，你的灵魂又在哪里？当你在你某个情人家中，面对齐聚一堂的大师们，让那件顺从的乐器发出声响，而它唯一的优点就是以同样漠然的完美，既能歌唱崇高的爱情，也能演绎最低俗的狂欢时，你的灵魂又在哪里，卡洛塔？如果你曾经有过灵魂，并在那时失去了它，那么当你化身为朱丽叶、埃尔维拉、奥菲利亚和玛格丽特时，你就应该找回它。在你之前，其他人从比你更低微的起点攀升上来，但艺术在爱情的支持下净化了他们。说实话，每当想到克里斯蒂娜·达埃在那段时期因卡洛塔而遭受的种种卑鄙和小动作时，我就无法抑制我的愤怒。我的愤慨转化为对艺术，特别是对歌唱的一些抽象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卡洛塔的崇拜者们肯定不会喜欢这些看法。当卡洛塔结束对他收到的信中所含威胁的思考时，他站了起来。走着瞧，他说，并用西班牙语骂了几句脏话。
他走进窗户时，首先看到的是一辆灵车。灵车和信让他确信，那天晚上他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他把一些朋友召集到家里，告知他们当晚的演出中他将成为克里斯蒂娜达埃组织的阴谋的受害者，并宣称必须让这个小丫头骗子知道厉害。方法就是让他的崇拜者们，卡洛塔的崇拜者们，挤满整个大厅。他们人多势众，不是吗？他指望他们做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准备，并在闹事者万一真的像他担心的那样制造骚乱时，让他们闭嘴。理查德先生的私人秘书曾去探问女主角的健康状况，回来时保证说她状态前所未有地好，而且即使她快要死了，当晚也一定会演唱玛格丽特的角色。由于秘书代表他的上司，曾建议女主角不要做任何冒险的事，不要出门，并注意别着凉。卡洛塔不禁将这些异常且出乎意料的建议与信中的威胁联系起来。下午5点时，他收到了另一封匿名信，笔迹与第一封相同。信很短，只写着：“你感冒了。如果你明智的话，就该明白今晚想唱歌是疯狂的。”卡洛塔大笑起来，耸了耸她那漂亮的肩膀，然后唱了2个音符，这让她恢复了信心。他的朋友们信守了对他的承诺。那天晚上，他们都来到了歌剧院，但他们徒劳地寻找着那些本该在他们周围的凶狠的阴谋者，以及他们本该对抗的对象。除了几个外星人和一些老实的市民，他们平静的面容只反映出想再次聆听早已赢得他们认可的音乐的愿望。之外，那里只有些常客，他们优雅、平和、规矩的举止打消了任何有关示威的想法。唯一不正常的是理查德先生和蒙沙曼先生出现在第5号包厢里。卡洛塔的朋友们认为，也许经理们也怀疑到了计划中的骚乱，并决定亲自到场，以便在骚乱爆发的瞬间将其制止。但是，正如您所知，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理查德先生和蒙沙曼先生只想着他们的幽灵。什么也没有。在热切的等待中，我突然询问大自然和造物主，没有任何声音在我耳边低语一句安慰的话语。著名的男中音卡罗卢斯·丰塔刚刚发出浮士德博士对地狱力量的第一次呼唤，坐在幽灵惯坐的那张椅子上，第1排右边那张的费尔曼·理查德先生便以世上最愉快的幽默感朝他的合伙人凑过去说：“你呢？已经有声音在你耳边说了什么话吗？”“等等看，别着急。”阿尔芒·蒙沙曼用同样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道：“演出才刚刚开始，而且你很清楚，幽灵通常要到第1幕演到一半时才到。第1幕平安无事地过去了，这丝毫没有让卡洛塔的朋友们感到惊讶，因为玛格丽特在这一幕中不唱歌。至于2位经理，当幕布落下时，他们相视一笑。第1幕结束了，蒙沙曼说。是的，幽灵迟到了，费尔曼·理查德宣称。蒙沙曼仍然开着玩笑，坚持说：“说实话，对于一个受诅咒的大厅来说，今晚还不算太糟。”理查德屈尊笑了笑，他向他的合作者指了指一位体态丰满、相当粗俗、身穿黑衣的女士。她坐在大厅中央的一个座位上，夹在2个穿着粗呢长礼服、面相粗犷的男人中间。那些人是谁？蒙沙曼问道。那些人，我亲爱的朋友，是我的女门房，她的哥哥和她的丈夫。你给了他们票？当然，我的女门房从来没有来过歌剧院，这是第1次。而且既然她以后每晚都要来，我想让她在整晚为别人服务之前，
先好好地坐个好位置。蒙莎曼要求解释，理查德告诉他，他已经说服了他的女门房，他非常信任他，暂时接替吉里夫人的职位。说到吉里妈妈，蒙莎曼说，你知道他要对你提起诉讼吗？对谁？对幽灵。幽灵？蒙莎曼几乎把他忘了。此外，这位神秘人物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让经理们想起他。突然，他们包厢的门猛地打开了，让进了惊慌失措的舞台监督。发生什么事了？两人同时问道，对他此时出现在这个地方感到惊讶。发生的事情是，舞台监督说，克里斯蒂纳达埃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针对卡洛塔的阴谋，而卡洛塔已经气疯了。这又是什么故事？理查德皱着眉头说，但幕布正在升起，经理示意舞台监督退下。当管理员离开包厢后，蒙莎曼凑向理查德。那么达埃有朋友？他问道。是的，理查德说，他有一。是谁？理查德用目光示意了一个只有2个男人的特等包厢。沙尼伯爵。是的，是他向我推荐他的，那么热情，要不是我知道他是索雷利的朋友。哦，蒙莎曼喃喃道，坐在他旁边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是谁？是他的弟弟，子爵。他最好还是躺在床上，他看起来病了。快乐的歌声在舞台上回荡，音乐中的沉醉，饮酒的胜利。葡萄酒或啤酒，啤酒或葡萄酒，只要我的杯子满了，就再好不过。学生、市民、士兵、少女和心情愉快的妇人们，在挂着酒神巴克斯招牌的小酒馆前兴奋地活动着。西贝尔登场了。克里斯蒂娜·达埃男装打扮十分迷人，她清新的青春气息，她忧郁的优雅风度，一出场就吸引了目光。卡洛塔的支持者们立刻想象她会受到一阵喝彩的欢迎，这将证实他们对她朋友意图的猜测。然而，这种不合时宜的喝彩本来也是极其笨拙的，结果并没有发生。相反，当玛格丽特穿过舞台，唱完她在第2幕中仅有的2句台词后，冒号，不，先生，我既非小姐也非美人，也不需要您搀扶我的手。雷鸣般的掌声迎接了卡洛塔，这掌声如此出乎意料，又如此毫无必要，以至于那些不知情的人都面面相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幕就在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况下结束了。于是所有人都说，很明显，事情会发生在下一幕。一些似乎比其他人消息更灵通的人断言，骚乱将在图勒国王之歌时开始。他们急忙冲向长期订户入口，去通知卡洛塔。2位经理在这个幕间休息时离开了包厢，去了解管理员所说的阴谋，但他们很快就耸着肩回来了，认为整件事都是胡闹。他们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盒英国糖果放在栏杆的搁板上。是谁送来的？他们问了引座员，但没人能告诉他们。然而，当他们再次转向栏杆时，这次在英国糖果盒旁边看到了一副歌剧望远镜。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没有心情笑。吉里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都回到了他们的记忆中，而且他们似乎感觉到周围有一股奇怪的气流。他们沉默地坐着，确实受到了惊吓。场景是玛格丽特的花园。向他宣告我的爱，带去我的誓言。克里斯蒂那一边唱着这头2句歌词，手里拿着一束玫瑰和丁香，一边抬起头，看到了在他包厢里的沙尼子爵。从那一刻起，所有人都觉得他的声音
不如平时那么稳，那么纯净，那么清澈了。某种未知的东西压抑了，阻碍了他的歌唱，他的声音里带着颤抖和恐惧。奇怪的女孩，卡洛塔的一个朋友坐在池座里，几乎大声地评论道：“昨晚她还那么迷人，今天你瞧，她的声音在发抖，缺乏经验，缺乏方法。我只信赖你，替我说话吧。”子爵把头埋在手里，他在哭泣。在他身后，伯爵使劲咬着小胡子的尖端，耸着肩，皱着眉头。要通过如此多的外在迹象来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一向那么规矩、那么冷漠的伯爵，一定是非常愤怒。他确实很生气。他看到弟弟从一次短暂而神秘的旅行回来后，健康状况令人担忧。随后的解释无疑让伯爵安心了一些，他渴望弄清真相，于是要求与克里斯蒂娜达埃面谈。他竟敢回复说他不能接待他，也不能接待他的弟弟。他认为这是一场可憎的阴谋。他不原谅克里斯蒂娜让拉乌尔受苦，但最不原谅的是拉乌尔为克里斯蒂娜而受苦。啊，他真是个傻瓜。曾经一度为那个年轻女子担心，她那一晚的成功对所有人来说至今仍是个谜。月花至少能在她的唇上留下一个甜蜜的吻。小狐狸，哼，伯爵咕哝道。他想知道那个女人打的什么主意，他能指望什么？她很纯洁，据说没有任何朋友或保护人。那个北方天使一定是个狡猾的坏女人。而拉乌尔躲在手后面，那遮挡他孩子般泪水的帘幕，只想着他抵达巴黎时收到的那封信。克里斯蒂娜比他先到巴黎，像个罪犯一样逃离了佩罗斯。我亲爱的昔日小伙伴，你必须鼓起勇气不再见我，不再和我说话。如果你还爱我一点点，就为了我这样做吧。为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亲爱的拉乌尔。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进入我的更衣室。我的生命取决于此，你的生命也取决于此。你的小克里斯蒂娜。雷鸣般的掌声，卡洛塔登场了。花园的场景按照惯常的情节展开。当玛格丽特唱完《图勒国王之歌》的咏叹调后，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当他唱完《珠宝之歌》后，同样受到了欢呼。啊！我笑看镜中的自己，如此美丽。于是他信心十足，确信有朋友们在场支持，确信自己的嗓音和成功无所畏惧。卡洛塔全身心地投入，带着热情，带着激情，带着沉醉。他的表演不再有任何收敛和羞怯。她不再是玛格丽特，她是卡门。人们更加热烈地为她鼓掌。她与浮士德的二重唱似乎预示着又一次成功。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浮士德已经跪下。让我凝视你的脸庞，在苍白的月光下，夜空的星辰如同在云中轻抚你的美丽。玛格丽特回答：“哦，寂静！哦，幸福！难以言喻的神秘，令人沉醉的慵懒。我倾听，我理解这孤独的声音，在我心中歌唱。”就在那一刻，恰恰就在那一刻，发生了某件事。我说过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整个大厅的观众如同一个人般同时站了起来，在他们的包厢里，两位经理忍不住发出了惊恐的叫喊，男男女女的观众面面相觑，仿佛在互相询问对这突如其来的现象作何解释。卡洛塔的脸上显露出最痛苦的神情，她的眼睛似乎陷入了疯狂。可怜的女人站起身来，嘴巴还微张着，刚刚唱完这孤独的声音在我心中歌唱，但那张嘴已经不再歌唱，
他不敢再发出一个字，一个音符。那张为和谐而生的嘴，那件从未失误过的灵巧乐器，那宏伟的器官，曾产生出最美的音色，最难的和弦，最柔和的转调，最热烈的节奏。那崇高的人体机械，要变得神圣，只差那能赋予真正情感、提升灵魂的天上之火。那张嘴竟然发出了，从那张嘴里竟然蹦出了一个呱声啊！一个可怕的、令人作呕的、毛茸茸的、带毒的、瘦长的、冒泡的、尖叫的呱声。它是从哪里进来的？它是如何蜷缩在他的舌头上的？他收拢着腿，以便跳得更高更远，悄无声息地从他的喉头溜了出来，然后呱呱呱，多么可怕的呱！我指的是，正如你们可以想象的，是比喻意义上的癞蛤蟆。人们看不到它，但能听到它呱。大厅里一片哗然，从未有过哪只来自最嘈杂鸡舍的家禽，用如此恶心的呱声撕裂过夜晚。而最糟糕的是，这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卡洛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喉咙和耳朵。一道闪电劈在他脚下，也不会比这刚从他喉咙里蹦出来的尖叫的呱声更让他惊讶，而且那也不会让他蒙羞。然而，众所周知，藏在舌头下的呱声总会让一位女歌手名誉扫地，甚至有人会因此气绝身亡。天哪，谁能相信？她唱得那么平静，我理解这孤独的声音在我心中歌唱，毫不费力，一如既往，就像说早上好，夫人，您好吗？一样轻松。谁能否认某些自负的女歌手不懂得衡量自己的力量，并且出于骄傲，想用上天赋予他们的微弱嗓音达到非凡的效果，唱出他们从出生起就被禁止的音符。正是那时，上天会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惩罚他们，在他们嘴里放进一只呱声的蛤蟆。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没人会承认，一个音域至少有2个8度的卡洛塔会在此时此刻发出呱声。人们无法忘记他在魔笛中那响亮的超高音和惊人的断奏。人们还记得唐璜，他饰演埃尔维拉，并在某个晚上达到了最辉煌的成功，唱出了他的同伴安娜夫人无法唱出的降 B 调。那么，在这个平静、安宁、小小的孤独的声音，在我心中歌唱的结尾处，这个呱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自然，一定有魔法作祟。那个呱声带着硫磺味，可怜的、不幸的、绝望的、被彻底摧毁的卡洛塔。大厅里议论声越来越大。如果这样的意外发生在另一位歌手身上，他会被嘘下台。但对于卡洛塔，所有人都知道他那完美的乐器，人们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惊愕和恐惧。人们当时的感觉一定和那些目睹了打断米洛的维纳斯双臂的那场灾难的人一样，至少那些人还能看到打碎雕像的那一击，并能理解。但是在这里，这个呱声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在观众们思考卡洛塔是否真的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那个音符的几秒钟后，那真的是一个音符吗？那能称之为声音吗？声音仍然是音乐，但他试图说服自己，那个地狱般的噪音并不存在，他仅仅是经历了一瞬间的听觉幻象，而不是他发声器官的罪恶背叛。他用迷茫的眼神在他周围寻找着什么，似乎想找到一个避难所，一种保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声音清白的自发保证。他用抽搐的手指抓着喉咙，做出防御和抗议的姿态。不，那个呱声不是他的。卡罗卢斯丰塔本人似乎也持同样观点，因为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既幼稚又巨大的惊愕表情凝视着他。说到底，他就在他身边，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
也许他能告诉他这是怎么发生的。不，他也不能。他的眼睛愚蠢地盯着卡洛塔的嘴，就像孩子们盯着魔术师那取之不尽的帽子一样。那么小的嘴里怎么能装下那么大的呱声？所有这一切，呱声、惊愕、大厅里惊恐的议论声、舞台上的混乱、后台的骚动、走廊里一些临时演员面无人色，所有我详细描述的这一切，持续时间不超过几秒钟。几秒钟可怕的时光，对于楼上第5号包厢里的2位经理来说，却仿佛是永恒。蒙莎曼和理查德脸色苍白，这个闻所未闻、至今无法解释的插曲，让他们充满了更加神秘的焦虑，因为片刻以来，他们一直处在幽灵的直接影响之下。他们感受到了他的气息，蒙莎曼头上的一些毛发在那气息下竖了起来，而理查德则用手帕擦拭着额头上的冷汗。是的，他就在那里，在他们周围，在他们身后，在他们旁边，他们感觉到了他，却没有看见他。他们听到了他的呼吸，离他们那么近，那么近。你知道，当有人在场时是的。现在他们知道了，他们确信包厢里有3个人。他们颤抖着，他们想逃跑，却不敢。他们不敢做最轻微的动作，不敢交换一句话，以免让幽灵知道他们知道他在这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呱声发生了，在全场嘈杂的议论声之上，响起了他们2人惊恐的叫喊。他们感到自己处在幽灵的影响之下。他们俯身朝向舞台，看着卡洛塔，仿佛不认识她了。那个来自地狱的女人一定是用她的呱声发出了某种灾难的信号。他们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等待着。幽灵已经承诺过，大厅受到了诅咒，他们的胸膛已经在灾难的重压下起伏。人们听到了理查德被扼住喉咙般的声音，他对卡洛塔喊道：“继续，继续。”不，卡洛塔没有继续，他勇敢地、英雄般地重新开始了那句致命的诗句。正是在句末出现了那个呱声，可怕的寂静取代了普遍的骚动，只有卡洛塔的声音再次充满了这座声音的殿堂。我倾听，观众也在听。我理解这孤独的声音，呱呱，在我心中歌唱，呱吧。那个呱声也重新开始了。大厅爆发出惊人的骚动，2位经理瘫倒在扶手椅上，甚至不敢回头。他们的力气已经耗尽，幽灵就在他们鼻子底下嘲笑他们。最后，他们听到了他右耳边的声音，那不可能的声音，那没有嘴巴的声音。那声音说：“今晚他的歌声足以让中央大吊灯掉下来。”2人同时猛地抬头望向天花板，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尖叫。大吊灯，那巨大的吊灯正在滑动，正朝着他们而来，应和着那恶魔般的声音。松脱之后，大吊灯从大厅的高处坠落下来，砸向池座，伴随着千万声呼喊。那是一场雪崩，人群顿时一片混乱，争相逃命。我无意在此重温那历史性的一刻，好奇者只需去查阅当时的报纸即可。事故造成多人受伤，1人死亡。大吊灯正好砸在了那位不幸的女人的头上。她那晚是生平第一次来到歌剧院，正是理查德指定她接替吉里夫人，幽灵的引座员，植物的引座员，植物的那位。她当场死亡。第2天，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样的标题：20万公斤重物砸在一位女看门人头上。这就是她全部的悼词。